HiFiMan 呢，在2024年为我们带来了相当多的产品线更新，最重磅的当然就是响当当的 Unveiled 系列平板耳机。从最先推出的 Susvara Unveiled 开始，再到之后让人眼前一亮的 H1000 Unveiled。当时开箱 H1000U 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以 HiFiMan 的风格，后面肯定是还要出 Aya 甚至于 Ananda 的 Unveiled 技术版本。后面果不其然 ，Aya Unveiled 就如约而至了。当然 ，Ananda Unveiled 至今还是没有消息，可能这个 Unveiled 技术成本要高一些，没法施加到这个 Ananda 系列上面。那其中 Aya 系列的发展呢，到如今已经是有了3代产品，分别是 Aya Organic， 和今天咱们介绍的 Aya Unveiled。这3代产品之间，其中 Aya 到 Aya Organic 的改变，其实不算特别大的，主要是增强了声音的密度。而 Aya Unveiled 由于 Unveiled 技术的加入，所以风格层面上与之前差异是不小的。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说说这款 Aya Unveiled。Unveiled 版本的 HiFiMan 耳机和之前 HiFiMan 的产品在外形上区别首先是不小的，不仅仅是外观方面，完全抛弃了过往变成了一个中间开长方形槽，然后振膜本体高度裸露的这么一种外观。我相信 HiFiMan 这么做一定是为了声音和性能，它去把振膜去做薄了。因为无论是 Susvara Unveiled 还是 H1000 Unveiled，直到我们现在的 Aya Unveiled 呢，它们在声音的细腻度和空间感方面的进步，我觉得是最大最明显的。那么这种设计的缺点是什么呢？估计大家也想到了，就是发声单元它们这个振膜会比较脆弱，所以我们平常不去使用这副耳机的时候，是需要这种盖子把它们来保护起来的。Aya 这个系列本身它是想做一个录音室系列的耳机，也就是它有专业性质的这么一个定位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确实也是没有见过有哪位客户用 Aya 系列的耳机真正的去进行一些监听的工作，这一点与 DT900 Pro X 和这个 HD490 Pro 系列殊途同归。它们虽然有专业用途，但是很多朋友呢是出于欣赏音乐的目的，去购入这些监听耳机。虽然 Aya 系列在混音或者制作方面的应用不是很广泛，但是也算得上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了。我们周围也有很多的发烧友，他们本身是比较喜欢 Aya 系列的声音。当然，本身 Aya 系列监听的声音底子，它声音是比较均衡的，染色也比较小。所谓这个 HiFiMan 的米饭味不重，然后素质也相当能打。在清晰度这个指标上 ，Aya 系列并不比同级别的耳机要差。唯一一点就是音乐味少一些，没有什么味道，略微干一些，所以在周边的搭配上其实是要花费我们一些功夫的。搭配 GA10啦，或者是小夜曲之类这种比较倾向于暖声的前端，还是比较有必要的。聊完以上这些，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说说 Aya Unveiled 的声音表现。目前最新的 Aya Unveiled 呢，得益于开盖结构的设计，听下来整体的声音风格变化可以说是蛮大的。它的3频分布更加的均衡标准。之前的2代 Aya， 它们的声音用4个字来形容，比较接近于扑面而来的感觉。这代 Aya Unveiled 则更加贴合娓娓道来的这种体验。横向声场它是明显的拉开了，声音从原来那种一股脑扑过来，冲击感比较强的风格，它相对变得是比较细润的。甚至于这种听感有点接近于动圈的那种横向声场了。然后纵向方面呢，它又保留了平板单元的那种声音的纵深感。不同于这个阿雅的前2代产品，这一代 Unveiled 的齿音部分明显是有所收敛，
音染是有所增加，明显是在往讨好发烧友玩家的口味去靠拢的，而不是去继续增加这个耳机的专业属性。横向对比，同样作为平板耳机的这个奥迪兹 MM500，我们就去听这个春晚的新歌《世界赠予我的》。二者的口型做的是非常的清楚，甚至于 MM500它还要更加清楚一点，几乎是没有什么音乐性了，好像我在这个歌手的嘴里面去听歌一样，我要去矫正他的这个口型呀、唱法，是这么一种感觉。MM500是不会给人什么陶醉感的，但是 AYA Unveiled 它就不一样了。它的人声表达就会给你稍微有一点距离感，营造一些空气感，让这个声音呢有稍微发散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声音的边缘也要更加柔和一些。这个歌手的歌声听起来，就让我们如痴如醉，可以比较能沉浸到音乐体验中去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交响乐大编制的表现上面，AYA Unveiled 同样和前代的这个AYA系列耳机体验上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。之前的AYA它更类似于这种银瓶炸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，它是侧重一部分乐器体验，强调这种铜管庄严、底鼓低沉这么一种风格。但是 AYA Unveiled 它相对来说就是这种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丝华年这么一种感觉，它不再侧重于某些乐器的体现，而是更加强调整体声音的表达与和谐和有序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我们在聆听一些交响乐，比如说经典的天鹅湖，大家最熟悉的罗斯卓波维奇指挥柏林爱乐的这么一个版本，开头的这段木管乐器抒情的部分，明显 AYA Unveiled 的乐器的质感音色相比于之前百叶窗的版本是要来得更加的出彩的。Unveiled 版本的AYA比起 Organic 来说，乐器的形态更有生动和活泼的感觉，听起来会更加的活灵活现。而之前的 Organic 的版本呢，它虽然说声音清晰度同样是非常出色的，但是因为 Organic 本身还是构建在一个更加偏向于直接的音色基础上，所以 Organic 会更加侧重于乐器质感的发挥，说白了就是听得更加的明朗了。而 Unveiled 则不然，AYA Unveiled 赋予了乐器更多的声音厚度，这就能让我们听起来，这个声音更加的扎实和饱满。最后说到素质，我们就搭配 HiFiMan 自家终端的这个前端小夜曲作为一个标准的话，我们抛开耳机的风格改变不谈，我个人这个不负责任的去体验下来呢，如果 AYA Unveiled 是100%，那么 AYA Organic 大概是85%到90%左右，可能就是大家注意去听，还是能比较容易的感受到素质提升的这么一个感觉。而除了素质之外，那最大的差异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音色了。那么新款 Unveiled 对比旧款 Organic 有没有什么不足呢？我认为如果您喜欢有一定穿透力的这种声音表现，那么 AYA Unveiled 其实是不如 AYA Organic 那么出彩的。事实上，我认为 Organic 在声音的整体的透明度上，比起 Unveiled 其实甚至还要略高一筹。总结之下呢， AYA Unveiled 目前这个价位，我觉得定的还是比较准确的。产品的定位也是比较明显，就是目前大家体验 Unveiled 技术和这种声音风格的最入门的一个型号。同时这款耳机呢比较好伺候，对我们前端的要求不是很高，入门的台机基本上也能让 AYA Unveiled 发挥个七七八八了。对于喜欢这种均衡风格、高解析，然后听起来又非常扎实的这些朋友，其实是非常适合的。它这个对不同音乐题材的兼容性做得比较到位，而且这个佩戴体验相比之前的耳机，还是有一点提升的。当然，耳机这种东西，眼见为虚，耳听为实。您不妨亲自走一趟我们原声带线下门店，实际体验下这款 Unveiled 的入门产品的魅力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